你是不是也觉得法律是用来保护弱势的？如果可以给外送员更多的保障，像是给他们劳健保、最低的薪资，甚至可以组工会，绝对是件好事。但如果我告诉你，过与不及都不对，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德国的经验给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在那里，法律对外送员的保护反而像一张温柔的网，把他们推向了更没有保障、更凄惨的深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好，我是廖国强律师。今天这部影片，我来深入了解一个看似吊诡但真实发生的现象。有时候法律越保护，反而越受伤。我们会透过德国3大外送平台的真实案例，揭开一个大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关于法律以及商业成本竞争的残酷现实。我们先快速搞懂一个基本的法律观念。在台湾，我们常常讨论说，外送员跟平台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简单说，雇佣就是员工要听老板的指挥，承揽则是你自己当老板，平台是你的客户。但德国想得更细一点，他们把提供劳务的人大致分成3种。第一种是劳工，也就是公司的员工，因为他们接受公司的指挥监督，包含对于工作内容、时间、地点的指挥监督，因此他们受到完整的劳动法规保障。如果发生争议，是作为一个劳动法律关系去处理的。第二种是自由工作者，像设计师、律师，他们要怎么完成工作，什么时候完成工作，是你自己的事，是你跟业主约定的事，非常自由，但是也相对的没有劳动法规的保障。一旦发生争议，是用一般民事法律关系处理。第三种只叫准劳工，也就是介于劳工跟自由接案者中间的类型，名义上是自由接案者，但是经济上，因为他们非常依赖某个平台或某个公司，因此政府觉得这些人也需要受到一些最基本的保障，因此给他们一些劳工的权利，像是基本的休假跟保险等等的。那平台最喜欢哪一种呢？当然是自由工作者啊，成本最低，责任最少嘛。可是有些平台对外送员的剥削太过严重了，这也不是办法，不断有外送员争取权益，那有些案件也跑到法院去了。在2020年，德国联邦劳动法院做出一项轰动全国的判决，震撼了整个外送平台界。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在 Rommler 平台工作的外送大哥。这个平台运作的方式非常有趣，专门派发一些零碎的小任务，譬如说要你去加油站拍张广告海报的照片，确认说有没有贴对地方。不仅如此， Rommler 的 App 设计的简直像一款线上游戏，你完成任务之后，不只是赚到钱，还能获得经验值，然后升级，等级越高，就可以同时接更多的任务，赚到更多的钱。因此对很多人来说，这个设计根本让人欲罢不能，仿佛在玩一场真实世界手游一样。但是有一天呢，一位大哥突然收到一封 email， Rommler 平台没有多做解释，就单纯的通知说他已经被从系统里面踢出去了。这个大哥一气之下把 Rommler 告上法院，主张自己遭到平台的非法解雇。结果呢，最后法院判决这位大哥胜诉。法院判决理由也引发关注，因为判决指出， Rommler 虽然主张说这些人是自由工作者，但其实透过那一套游戏般的升级机制，已经在无形中对这些工作者施加控制跟压力了。为了升级，为了接更多案子赚更多的钱，工作者会不自觉地拼命接单，努力工作。更关键的是，任务的内容、执行的时间，在平台上全部规定了一清二楚，几乎没有让工作者自己安排的空间。法院因此认为，这种模式其实已经构成了一种变相的指挥监督关系。换句话来说， Rommler 跟平台上的接案者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接案关系，而是一份实质的劳动契约。这个判决一出，外送员群体简直欢声雷动，仿佛看到一线曙光了。但是现实总是特别残酷的，这个看似划时代的胜利，其实并没有为外送员带来太多权益的提升，反而是倒退回原点。首先，许多法律学者很快开始质疑判决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企业设计一套升级奖励机制来鼓励绩效，本来就是非常常见的做法。你可以选择为奖金拼搏，也可以选择不为所动，这跟指挥监督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然后说这就构成劳雇关系，更是有点牵强。再来，问题最大的关键其实在于平台业者的反应速度。法院的判决一出来，各大平台业者马上警觉起来，觉得说，哇，原来法院抓住我这套游戏机制有问题，
那还不简单，各家平台纷纷修改服务条款，把所有跟升级、经验值、激励制度相关的内容全部撤销掉。结果就是法院原本打算盯死这套隐形管理的模式，但业者只需要花一点的时间去进行策略调整，就可以完美闪过法院判决的认定。这个原本被称为指标性的判决，瞬间沦为一个只适用于个案，而且对于其他平台毫无拘束力，甚至所有的平台都只要砍掉奖励，做出对外送员更不利的变动，就可以规避这个法院的不利认定了。德国外送员的法律地位问题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回到原点。这场革命性的判决最后也只留下一句叹息：法律的善意真的跟得上商业模式变形的速度吗？法律想管，业者一定有办法闪。刚才讲的是非外送平台，我们接着来看，在那个判决之后，德国的外送员的工作条件变得更好了吗？这边就要来介绍德国3大外送平台的三国演义。目前德国市场呈现一大两小的格局，最大的玩家叫做 Lieferando， 它是市场的龙头。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反其道而行，选择跟外送员签劳动契约，把外送员当成正职劳工对待。这些外送员享有最低的工资，有薪休假，试用期满之后还能转为不定期的契约。听起来是不是超级佛心？对平台来说，这些保障可都是叠加上去的经营成本了。首先，既然外送员是员工，老板就得负责提供最基本的工作工具。德国法院在2021年就判决说， Lieferando 作为雇主，必须提供外送员一台适合上路的脚踏车，以及一只能上网的手机。你没有听错，脚踏车跟手机都必须公司提供。这光是硬体设备就是一大笔开销了。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哦，真正大的负担是制度面的。只要被认定为劳动契约，那整个德国跟劳工相关的法律，平台一条都躲不掉，包含最低工资、法定休假、职业保险、解雇保障、工会组织权等等的，每一项都代表经营成本，薪资要加码，保费要缴，连员工表现不好都不能轻易的解雇，管理成本也跟着上升。接着来看市场上的挑战者，是来自芬兰的 Voit。Voit 走的是中间路线，它不跟外送员签订劳动契约，而是采用自由劳务关系。这代表什么？代表外送员必须自备最重要的生财工具——脚踏车跟手机。Voit 最多只提供制服跟外送袋。在这样的关系下，外送员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想要什么时候上线，要不要同时帮其他平台跑单， Voit 一概不会干涉，给你满满的自由。而且为了跟龙头老大抢人， Voit 也不能太小气，它会提供一些甜头来吸引外送员加入，像是提供意外保险、第三责任险，甚至还给了一些有薪病假跟休假等等的。不过这终究不是劳动契约，万一发生劳资纠纷是不能走劳动法院的，只能循一般民事途径解决。这种模式让 Voit 的成本已经远低于 Lieferando， 但又比等一下要介绍的另外一家多了点人情味。他们试图在成本跟留住人力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大家很熟但玩法最聪明的 Uber Eats。Uber Eats 在德国的模式堪称是法律上的断点制造大师。他从一开始就表明不会直接招募任何外送员，那餐点谁来送？别担心， Uber Eats 跑去跟一大堆德国当地小型的物流公司或车队签约，这些车队被称为车队伙伴。如果你想帮 Uber Eats 送餐，对不起，你不能直接找 Uber Eats， 你得先加入这些车队。你的老板是车队，你的合约是跟车队签的，发薪水给你的也是车队。于是 Uber Eats 就筑起了这道防火墙，成功的把自己跟外送员之间的所有法律关系切断。但对外送员来说，首先你的薪水会先被车队抽一手，佣金可能高达 10% 到 30% 不等。更惨的是，很多车队伙伴幕后根本就是为了规避法规而成立的空壳公司，今天可能还在，明天就人间蒸发了，老板就糟了啊！你被积欠的薪水也求助无门，想告 Uber Eats 吗？法院最后也只能无奈的认定，外送员跟 Uber Eats 之间没有合约关系，然后判外送员败诉。你看，这种模式把所有的责任、风险都完美转嫁给最底层、最弱势的外送员，还有那些根本不知道是人还是鬼的空壳公司身上。对于 Uber Eats 来说，这简直是零责任、零风险的完美商业模式。所以听到这边，大家应该已经开始嗅到一丝不安的气味了。一开始，德国市场上还有像是 Lieferando 这样愿意善待员工的模范生，
选择跟外送员签订正式的劳动契约，提供各项法律上的保障。但是当 Uber Eats 推出超低成本又零责任的外包模式之后，整个游戏规则被彻底打乱了，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连 Lieferando 最后都撑不下去了。他们最近宣布，基于成本压力跟商业策略考量，要在德国跟奥地利大规模裁员，把原本自营的外送业务改成委外给当地的物流业者。另一家业者 Voit， 他们也悄悄地模仿了这套外包模式，但结果呢？外包厂商频频爆出欠薪跑路的纠纷，外送员跑去告 Voit， 跑去告 Uber Eats， 法院却说你们的合约是跟那家倒闭的空壳公司签约的，不是外送平台，因此外送员当然获得败诉。最近有个案子，他的原告是 Voit 的外送员，他竟然是跟一家手机行签约，然后加入车队伙伴去跑外送的，没有错，是跟手机行签约。因此最后在报欠薪争议之后，他跑去告 Voit， 结果当然也是败诉。这样的案子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外包模式而惨遭欠薪的外送员至少是上百名。这些受害者往往是经济弱势或者身份特殊的非法移民等等，他们没有资源，没有声音，更不敢提告，最后只能摸摸鼻子认了。这是不是很讽刺？原本社会舆论以及法律改革、法律判决都是出于好意，希望给外送员更多的保障，因此希望加重平台业者的责任。但是当平台业者的责任被过度加重的时候，这些业者也不是吃素的，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并且维持利润，他们发展出一种更极端的规避路线，最终甚至形成只有外送员伤痕累累的状况，而相关衍生的成本也可能转嫁给终端的消费者。对外送员来说，原本在承揽关系下，虽然保障不多，但至少钱是平台直接给的。如果变成外包模式，外送员跟平台之间多了一个看不见的中间人，不但没有真正的保障，连薪水都未必拿得到，风险全面提高。这就是一个法律越保护反而越伤害的恶性循环。这个问题没有完美的解答。德国经验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单纯的以传统劳动法强制让所有外送员都变成劳工的话，可能不但没有办法达成保障目的，反而会把平台逼上更糟的道路。最终受伤的还是那些站在马路上风吹日晒雨淋的第一线外送员以及终端的消费者。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非黑即白的选项，而是一个更有弹性而且更接近实务需求的全新设计，去平衡平台以及外送伙伴间的关系。对于这个你怎么看呢？你这是怎么样子的保障模式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